你就是太子妃王政君吗？是。虽说他之前只是一个家人子，也曾经吃了不少的苦。难得的是，他秉性始终如一，还是那么善良、坚强。太子妃不同于一般的嫔妃，她要帮助年轻的太子管理内务，给他清明通彻的生活，远离那些嫔妃间的纷乱之争，要使太子能够安心地料理朝政。这个责任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承担的。政君谨记在心，无论多么艰难，也在所不辞。虽然你出身寒微，可是只有受过疾苦的人才知道珍惜。朕也在乡下住过，所以深有体会。你要好好去做，答应朕。是。尹夫人，日前我去少府查过，说是你领走了一批玉器，可是我回太子宫却没有发现同样的记录。请问这批玉器去哪里了呢？因为近来事务太繁忙了，妾身一时竟给忘了，回头定然会把记录补上。哦，可是据我查验，和少府那边不相符的记录不止1笔2笔。尹夫人，我知道您是一个讲究规矩的人，那么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又是哪家的规矩呢？还是尹夫人您喜欢说一套做一套？要是你觉得忙不过来的话，我看呢，你还是回家休养生息去吧。太子妃殿下，求你饶了妾身吧。从前是我自不量力，对你不敬，都是我不好。求太子妃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无法兑现的承诺说出来也没有意义。如果你想让我再信任你，就要把你的诚心拿出来给我看。殿下，这是司马良娣从前伺候太子所用的石丹，妾身想可能对你有用，所以就特意替您留了下来。这不是蜜汁莲子吗？还有木棉虾仁、百宝山鸡脯、散兔耳、兰香乳燕、白莲鱼羹，这些都是殿下您爱吃的，胃口好，自然心情就会好。殿下，谢殿下。殿下是不是臣妾的菜肴？不是，不关这件事，是我今天心情不佳。那是因为朝里的事情吗？朝里的事还轮不上我去操心。今天是我母亲的死忌。今天是大行许皇后的忌日，怎么没有人告诉臣妾呢？哼，宫里的人都很忙啊，忙着赏花，忙着议乐品茶，怎么会有人记得先前的皇后？人一走茶就凉，灯一灭欢娱散，这从来都是千古不易的道理。可是陛下他……父皇在我年幼的时候还记得母亲的死忌，每年兼龙而重之。现在倒成了例行公事，
尤其是宠上张婕妤之后，他就彻底把母亲给忘了。陛下不是那样的人，许是政务太繁忙了吧？男人都是这副德行的。以后，如果我变成这样，你千万不要感觉奇怪。殿下，您是有情有义之人，您对司马良娣的那份情谊，永巷的人都看到了。良娣是良娣，跟思念母亲不一样。你知道吗？到今天为止，我都没有亲眼见过自己的母亲。我每一次只能在祖庙里对着她的画像去缅怀她。儿时听宫里的人讲，母亲是个勇敢的人，即便是她血不能止的时候，她也还向御医大喊：“别管我，先救孩子。”如果不是母亲坚持，今天做太子的人绝不是我。母亲是个勇敢的人，倘若时光可以倒流的话，我宁愿她撇下我不管。母亲，你是本朝最尊贵的女人，何苦用你的命来换我的命？殿下，你刚才的这番话，让臣妾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自从新婚以来，我一直有心冷落你，可你却事事处处为我着想。你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么多事？殿下，我能够了解你对司马良娣的一份情谊。可是既然郑君已经成为你的妻子了，就愿意跟你一同分享心里的痛苦。我一出生，母亲就去世了。我长大以后，在皇宫里面，看到的总是被嫉妒和怨恨扭曲的嘴脸。直到我遇见司马良娣，她是唯一一个让我可以放心接近的女人。可惜啊，她也死于姬妾之间的怨恨。我现在还能相信谁呀？殿下，我从小就见过我母亲的不幸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暗暗祈祷，等我长大以后，我一定要嫁给一个我心爱的人，和他手拉手，和他真心相爱，一辈子永远都是那样，到百年终老时，两个人合葬于同一个墓穴。时辰不早了，殿下早点歇息吧。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原来殿下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呢。我叫王政君。
本王经过此处，被你的琴声吸引。能够吸引太子殿下留步，奴婢感到无限荣光。你是何人？本王为何在长乐宫从未见过你？奴婢是太后殿下御封的才人，叫傅瑶，刚来长乐宫不久。你刚才所奏，可是庄周梦蝶？正是。素闻太子殿下精通音律，可否为奴婢指点一下呢？梦者，幻也。庄周梦蝶乃是琴曲中最能体现物我两忘境界的名作。本王刚才看你弹琴的姿势还可以，不过离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还差得很远。弹琴要只随心动，才能做到自然天成。殿下指点的正是，奴婢只是粗通琴技，对于其中的奥妙还未能理解。殿下可否为奴婢细细指点呢？萧玉，你跟随本王有多久了？从殿下被立为太子的那天起，臣就不离你左右。每次听你抚琴奏箫，在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里，所有的焦躁和忧虑都会消散了。殿下过奖了，臣别无所长，唯一可以卖弄的，就只有这点技艺了。你又何必妄自菲薄呢？若不是你无心从政，就凭你广博的学识和聪慧的悟性，一定可以在朝廷里有一番作为的。官场上时时处处都要处心积虑的经营，臣还是喜欢闲云野鹤。没想到，萧太傅那么一个严肃古板的人，居然会有你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儿子。他要我循规蹈矩，我便玩世不恭；他要我勤奋上进，我便得过且过；他要我当官，我就偏偏做个乐师。萧太傅在平原郡任太守时，他的原配妻子忧郁病故，那位就是你的母亲吧？所以你也因此一直同你父亲作对。你父亲打算派你去西域采月，他说，与其看你这样沉沦下去，倒不如眼不见为净。让你离开本王，本王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殿下，此事万万不可！哼，看你着急的样子，我也舍不得爱卿啊。只是让我去说服父皇的话，倒不如你回家走一趟。我想这天底下没有父亲不疼儿子的道理吧？我才不回去！去西域还是回家，都在你了。萧大人，请等一下。太子妃有什么吩咐？听说萧大人就要去西域了，是吗？果真是好事不出门呐。是殿下给你报的信吧？太子妃听说我这个混蛋就要滚得远远的，心里边一定很高兴吧？虽然我们不是朋友，可是您毕竟帮助过我，所以我上次说不再感激您，完全是气话。那件事还是尽早忘了吧。我是觉得那次尾生之约，
我捉弄了你，才助你一臂之力。不需要感谢我，咱们两个扯平了。你这个人，为什么总是喜欢把自己真实的情感隐藏起来，而不被别人知道呢？不要装作了解我。就像你说的，我们不是朋友，在皇宫里根本就没有朋友可言。那些离你越近的人，你越要小心提防。哎呀，你睡着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弹得怎么样啊？站住！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我的琴艺进步了没有？你本来就是一个天赋很高的女孩子，只要你想做，就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就像你的手指，如果你专心弹琴，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够奏出世间最美妙的音符。可是你偏偏要用它来争权夺利。恭喜你啊！你现在的造诣足可以俘获太子的心。可是得到他的心之后呢？你又会有新的欲望和折磨，永无休止。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我是怎么流着血泪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就是要攀上最高的宝座，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。我的野心，你管不着。我当然管不着。以后这皇宫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无关。我会去西域与风沙为伍，让这华美的殿堂和肮脏的争夺都见鬼去吧！太子找什么呢？像丢了魂儿似的。以前你是1个月来看我1回，这个月已经看了3回了，怎么突然惦记起我这个老太婆来了？啊，暑热潮闷，我是担心您的玉体。是吗？哎呦，这要是有这份小心，那石头都开花了。是在专门等本王吗？殿下，因为奴婢新学的一曲幽兰，想请殿下品评。你上次才习得水仙操，这过了半月又学了新曲。学琴的雅境是在于要循序渐进。殿下一听便知。我还记得，第一次听你抚琴之时，你只是有美妙的姿势，而没有琴艺。这才短短的1个月，你的进境飞速啊！
技艺毫不逊色于一个普通的琴师了。你真是一个神奇的女子。你告诉本王，你是不是偷偷找了一位琴艺高超的师傅？其实，奴婢的秘密啊，全在这儿。这是何苦呢？奴婢日练夜练，把10个手指啊都磨破了，才觉得琴声悦耳了些。只要殿下可以夸赞奴婢一句，奴婢就心满意足了。如果奴婢的琴声可以为殿下解除烦闷的话，就算10个手指都磨烂了，奴婢也在所不惜。这么美丽的手，被折磨成这样，简直是一种罪过呀！哎呀，本王再也不许你弹琴了。太子殿下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啊，本王要去给太后请安。臣妾可以一同前往吗？还是改日吧。太后喜欢静，如果你我2人同去的话，惊动的人太多了，徒增太后的烦扰。臣妾听说太后殿下身体欠安，臣妾更应该去探望服侍，以尽孝道啊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就一起去吧。皇太后殿下长乐未央。平身。听说你成了太子妃之后，做了很多有失本分之事。回禀太后殿下，臣妾只是以皇后为表率，做自己分内的事，恐怕是有人言过其实了。以皇后为表率，那就是说我这个太后太奢华了。难怪太子一趟趟的往我这儿跑呢。照顾好自己的丈夫，才是你最本分的事。这大热的天气，连这猫都懒得动弹，太子还要来回的跑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把太子宫搬来好了，省得这么来回折腾，再累出病来。回禀皇太后殿下，做晚辈的应该事事把长辈放在首位。正因为天气炎热，我们才更担心太后的玉体。不要说只是过来探望，就是日日夜夜伺候太后的饮食起居，也是为人子孙的义务。太子殿下去哪儿了？回太子妃，刚才看见太子殿下去花园了。5岁那年，我的母亲和姐姐全都离开了人世，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又冷又饿，流落街头。天上下着漫天大雪，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成了。那后来，是谁救了你呢？是一位好心的大叔搭救了我才捡回了一条命。那位大叔虽然也很疼爱我，很照顾我，可是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母亲。其实本王比你更可怜，因为我连自己母亲的样子都没见过。从懂事时起，伴随我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画像。
自从我母亲离世以来，你是第一个听我讲述她的人。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我才会觉得自己心里暖融融的。对你而言，或许我是微不足道的，可是对我而言，你的位置是无人能够取代的。殿下，膳食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是来请殿下入席的。且慢，是谁让你们把这些东西搬进来的？是我。阿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后殿下已经为我赐婚，这些用具和宫女都是我的陪嫁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更加亲密了，因为我们有了同一个丈夫。殿下，殿下，今天早上太后传诏给太子送来一位新的良娣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现在整个太子宫的人都忙得手脚朝天。虽说你贵为太子妃，是不是也应该去迎接一下？不必迎接，我已经到了。良娣夫人，今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开口吩咐吧。哪儿敢啊！我还牢记着您的教诲呢。从今以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慢慢报答您的。阿瑶，无论你是用何种方式当上良娣的，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还能像从前一样手拉着手，一起守护着太子殿下。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，我一定会牢牢地把握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要走的路还长着呢。
萧大人，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把你的舌头割下来。以夫人眼下的地位，别说是舌头，就算是脑袋也易如反掌。夫人尽管请，在下的命随时可以交给你。好，你真愿意把你的命交给我？能够死在夫人这样的美人手里，是一种福气。你怎么不躲呢？你就不相信我会真的杀了你吗？因为我在心里打了一个赌，我赌夫人不会杀我。你就这么自信啊？夫人如果要杀我，又何必亲自见我呢？从我今天见到夫人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死，至少今天不会。我看，这琴弦是故意有人弄断的吧？什么都逃不过乐师的法眼呢。你是一个机敏的男人，又有过人的胆识，你敢不敢和我打一个赌？在下不久之后就要动身去西域，怕是没时间陪夫人玩了。是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做点有意义的事，也算是此生无憾，对吗？对了，你知道太子妃是怎样的女人吗？太子妃，无从了解。她总是那么一本正经，你就不好奇，猜一猜一本正经的外表底下，隐藏着对男人的渴望呢？以你的魅力，勾引她现出本性，我想看到那个女人狼狈的样子，你觉得难吗？这些破事萧雨都做过了，不怎么有兴趣。是不怎么办得到吧？哼，这种拈花惹草的事，连你萧玉也办不到了。夫人这是在激将啊！可不是嘛！一个人忙活了半天，最后还要孤身上路，而这个时候正是大好的时机。太子的心已经被我牢牢攥住了，那个人正在空度寂寞呢。恐怕夫人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吧？秽乱宫禁是死罪，一旦事情败露，我也会身首异处。在下为什么要冒这种险？萧玉，你身为光禄勋萧望之之子，不在朝为官，却甘愿做一个区区的太子庶子，是为什么？为了追求危险的刺激，为了太子的欣赏，奋不顾身到鲁莽的程度，甚至不惜把自己推入炽热的火焰中。我们两个属于一种人吧？如果你可以达到我的目的，我保证，没有人可以伤害得了你。而且，你想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。听上去是很诱人，可我不喜欢受制于人，诱惑也是一种控制。你别不识抬举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不过，我能够抵抗任何东西，诱惑除外。我也对那位太子妃很好奇，她看起来很顽固。越是难爬的山，越能吸引人去征服。那这么说，这个赌我们打定了。
我得先看一看，值不值得我去赌。你要是失败了呢？任你处置。那样的话，你就变成公公了。到时候啊，我还可以破例，让你留在我身边，专门伺候我。成交。我会很快来要我的报酬。你说，到时候会是你属于我呢，还是我属于你呢？不论什么结果，都会很有趣。下个月底我就起身去西域，现在我得和时间赛跑。日子果不其然变得有趣起来了。长信宫才人傅瑶拜见皇后殿下。臣妾昨日刚刚由太后赐婚，做了太子的良娣。太后赐婚？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哦，母后，匆忙之间没来得及禀告。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是我求太后殿下赐婚的，请您不要怪罪阿瑶。姑本来还担心你过于思念司马良娣会憋出病来，现在看来我是多虑了。无论你娶多少良娣孺子，这都是你的自由，我也无法干涉。可是郑君是你唯一的储妃，这一点太子一定要牢记。是。既然太子忙着体贴新良娣，我就把郑君交给你了。是。郑君，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，尽管到交房店来找我，就是搬过来住几天也是可以的。走，陪我一起去看看他们新送来的韩人秀。是。殿下，啊，奴婢请求你准许我去长乐宫侍奉太后。哦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难道你在太子宫住不惯吗？你今天也看到了，皇后她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与其日后成了她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倒不如我自己知趣的离开呢。你喝茶。皇后与郑君相识在先，自然对郑君有一份眷顾。只要你拿出侍奉上官太后的耐心和细心来，一定会赢得她的好。会吗？可是我怎么觉得皇后和太后是不一样的两种人呢？万一有一天有人在皇后面前说我的是非，讲我的坏话，那无论我怎么做，我相信皇后都不可能被我打动的。若是有人敢在皇后面前进你的谗言，本王第一个不会饶他。阿瑶，你不用怕。皇后虽然不是我的生身母亲，但是对我比亲生的儿子还要好。你放心，我会去说服她的。殿下，臣妾倒是有一个办法。既然皇后她喜欢郑君，我觉着倒不如让郑君去说，会比太子殿下管用一些。你说是不是啊？还是你的脑瓜聪明啊。由郑君去说自然好，只是有些为难他吧。太子若不好开口的话，就由我亲自去说。他同我情同姐妹，我相信他是不会推脱的。也好。
阿瑶，原本啊，姐妹之间是不需要多礼的，可是礼多人不怪嘛。何况我还有事相求。阿瑶，别这样，赶紧起来吧。郑君，你先我一步入主太子宫，从今以后，我就尊称你为姐姐吧。在礼法上，我有什么不明白的，请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好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知无不言的。那天觐见皇后，她好像对我有所误解，不知你可不可以居中调解一下，来缓和皇后对我的敌意呢？好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呀一定会向皇后进言的。姐姐，凭良心讲，你有没有妒忌我呀？不要说是在皇宫里面，就是在民间呀，男人有个3妻4妾的，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怎么会妒忌你呢？您不用跟我讲这些大道理，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。一开始我是觉得有些突然的，希望以后我们2个能够和睦相处。只要太子和姐姐对我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太子呢是个明白人，我相信他是不会为难姐姐的。傅瑶眼神中潜伏的欲望令我不安，那是一种猎人在捕捉猎物时才会流露出来的贪婪、狡猾和热切，而他的心就像一座阴郁深沉的迷宫，使人无法坦然地交付出信任。常言道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皇后殿下看不惯我，可能是因为我平时鲁莽耿直的性格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多多收敛我自己，好好向您尽孝。但是，只要是利于皇后殿下的忠言和良药，我还是会大胆献给您的。宫里的人都把胆子藏着，不敢露出来。你倒是很特别，不过你要留点神，别让胆儿顶着天，把天捅破了，那可就不好收拾了。皇后刚刚那番话，是在责怪我口无遮拦吗？可是我真的别无他意。只是想表现我的诚心罢了。水滴石穿，只要你不断的努力，皇后总有一天会接受你的。想想从前做家人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辛苦，可总不至于担那么多心呀。其实啊，得失之间是很难去衡量的。有的时候表面的风光，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辛酸。粗茶淡饭，也有淡定的满足与快乐。所以呀，一切要把心放平了才是。哎，萧大人，好久没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多谢夫人关心，在下安好。在下与2位夫人相识一场，今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请尽管开口，在下定会赴汤蹈火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在太子妃当选那天，是由你亲自送她来的。难道说你们之前就有过来往吗？啊，那天啊，我心急如焚，幸好萧大人好心相助，才让我及时赶到。其
其实一切只是凑巧罢了。太子妃能够当选，完全是她自己的运气，在下只是充当了一回车夫而已。哦，那大人的意思是说，这是机缘凑巧，还是命里注定呢？老太婆，你挡我路干嘛呀？哪儿来的野丫头啊！明明是你挡了我的路。你不认识我了呀？好啊，我让你长长记性。哎呀，怎么样，想起我了吧？你这个死丫头，你竟敢连本夫人都打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今天你别想走，我饶不了你！你敢打我？让你敢打我！看我教训你！住手！住手！还不快停手！叶夫人，你不觉得失礼了吗？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呢？太子妃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嫔嫔这个礼。这个死丫头就像是拔了牙的疯狗一样，她到处乱咬。你看看她把我手给咬的。先冲车打人的也是她。哼，她到底有什么样的靠山替她撑腰？她这样不把人放在眼里。阿元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别听他瞎说，你看他这一副母老虎的样，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，谁敢欺负他呀？这里是太子宫，你们扭打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尹夫人，阿元呢是我在做佳人子时的好朋友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请您多担待。反正啊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太子妃说什么，奴婢也只有听的份儿了。嘿嘿，气死！阿元。哼！嘿，劳驾太子妃亲自为我梳头。天底下这么有福气的人，也就我了吧？别乱动，你呀，也实在是太胡闹了。在前殿跟尹夫人打成这个样子，你要是真把她得罪了，以后呀，有你的好日子过。有你给我撑腰，我怕他干什么呀？他那么凶，咱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将来你这太子妃还不得看他脸色行事啊？以威力震慑别人，那只是表面的现象，以德服人，才能真正的抓住人心。反正大道理我讲不过你，但是我知道，对付那种卑劣的畜生，就得用鞭子。阿元，我真是为你担心。你看你的脾气，尹夫人她不敢为难我，但是她却可以随时随地的对付你，你知道吗？说的对啊。那怎么办呀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也没有什么可挽回的余地了。那就算我现在回去跪地跟他求饶，他肯定也不会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你救救我吧？我可以把你调到太子宫里来做事情。真的？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以后别再招惹是非了。尤其是尹夫人，就算她主动针对你，你也要学会忍让。我都听你的。以后那个尹夫人就算踩在我的脖子上，我也不吭声。太好了！你真的听进去了吗？我都听进去了。这下我就不用再回廷芳阁受气了。这下你就开心了吧？听说尹夫人被打了，我还在想是谁这么大胆呢？果然是阿元啊！怎么你们姐妹两人在这亲热，也不叫上我啊？还说是好姐妹呢？你自己不也偷偷摸摸都当上良弟了，都把我们蒙在鼓里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哎，阿瑶啊，你是怎么把太子勾引到手的？我们现在身份悬殊，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啊！这才几天啊，你就拿身份来压我？你要论身份，那郑君还是太子妃呢。你姐妹之间别提什么身份了，无论我们的地位怎么改变，我想我们的情谊都应该不会改变的。
我们3个人要拧成一股绳，才能够在后宫里面站稳脚跟。皇后殿下，您的身体才康复，不适宜太劳累，还是让我来吧。这么点小病，还难不倒顾。年年起更，我没有缺席过。我第1次扶离，陛下就跟我说：“王者以民人为天，而民人以食为天。知天之天者，王事可成；不知天之天者，王事不可成。”郑君谨记皇后教诲。皇后娘娘，你也教我怎么扶离吧。皇室起更是高祖立下的规矩，凡有地木耕者，务在4时，守在仓廪。国多财，则远者来；仓廪实，则知礼节；衣食足，则知荣辱。一心不可二用，二用必会摔跤。萧大人，如果我和姐姐同时落水，你会先救谁啊？阿瑶，你怎么说这么无趣的话呀？这是无趣的话，不过是个玩笑而已嘛。你说呀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如果真发生这种两难的局面，我会先救傅夫人。不过在此之后，我会陪太子妃一同赴难。人家不吃你那一套，你怎么办？现在只是开头，不要着急评论。坚硬的冰川下面，常常是湍急的流水。你认为你可以在这么一个倔强的女人身上得到快乐吗？就像她的穿着一样，她说话永远是那么沉闷和单调。你在嫉妒的时候，看起来最美。嫉妒？可笑！我会嫉妒一个不如我貌美的女人吗？女人的美貌固然吸引人，但是智慧的头脑和坚韧的意志，却更能激起男人的兴趣。雪山和沙丘，你说征服哪一个更有成就感呢？
禀告太子妃，金马门那边的公公说，皇上已经下朝了，想必太子很快就可赴七夕之约了，请夫人沐浴更衣。萧大人以为太子殿下此番琴曲如何呀？琴声却微妙旷远，意切还委婉轻妙。萧玉啊，萧玉，此曲本王七夕写来给傅才人而已。叫你这么一夸，似乎要成流芳千古的名曲了啊！来。太子殿下才思敏捷，有感而发，玉琴之深实乃感人肺腑。这么说来，臣妾要先谢过太子的错爱，还要感谢萧大人琴声入情，才能如此感人肺腑呢。阿瑶啊，既然萧大人盛赞此琴谱，那你抽时日要多加练习啊。改日本王再来与你花前月下，形影相随。殿下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哦，本王答应与郑君一同饮宴，时辰不早，该动身了。阿瑶，哎呀，本王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郑君是本王的太子妃，七夕之夜，哪能让她独守宫闱呢？再说，本王与她也是有言在先的嘛。太子殿下所言极是，七夕之夜，乃是牛郎织女相会之时，而郑君也是你的正室妃子，不像臣妾卑贱低微，得太子殿下忙里偷闲谱曲慰藉，理应知足，又岂敢略美呢？阿瑶啊，此番说辞倒是叫本王左右为难。本王何尝不想与你形影相随，朝夕相处啊！殿下，只管放心的去吧。臣妾独自一人，虽说难免夜色凄凉，可臣妾还是会时时刻刻感念你我这番夫妻之情的。殿下，你若真舍不得留下臣妾一人的话，臣妾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好，好，好，说来听听。太子可命人将新编的琴谱诉送太子妃，就说是太子亲自编的，当下弹给太子妃听，并说是太子因政事繁忙，实在抽不开身，只得以琴声慰相思。以太子妃的温厚贤淑，一定会感念在怀，自然也就不会再埋怨殿下了。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只是这琴谱是本王为你所作，你不会介怀吗？臣妾固然是舍不得，可臣妾更不愿看到太子殿下为臣妾为难嘛。也罢，就依你所言。可是该谁去呢？萧大人啊，这永巷里还有谁能奏出太子的心意呢？对，萧大人，有劳你走一趟太子宫吧。遵太子殿下旨意，下官这就去。太子宫出入严谨，为避人耳目，你就用本王的座驾吧。是。